赵露思冷静热情。片场过年对于演员来说似乎是一项隐形技能，赵露思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营造年味，贴春联、发红包，为服装加点红，欢聚一堂来一顿热闹的年夜饭。新年到了，对于她来说，一切忙碌的工作只能归为生活的次流。其中，珠帘明珠的深入拍摄是重中之重。端午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角色，他坦言，从剧组的准备过程到开拍，无论是今天的花妆是紫色还是蓝色，唐代服饰是多么的飘逸雍容，都让大众对片场的关注。这部电影从未停止过。每部剧开拍前，赵露思都熟悉几个角色的设计，动人的细节让即使是相似的角色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塑造端午节功夫更重要。从一个顽强的幸存者到一个成熟老练的珠宝商，他成就了传奇的人生。他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前所未有的难度典范。端午带着身世之谜前行，对自己也对世界充满好奇，跌跌撞撞，遭遇生死危机，只能逆风而行，苦苦挣扎。在他看来，端午是一个具有强烈发展导向的人物，无论处境多么困难，无论多少次跌入谷底，他始终顽强不屈，保持着活下去的勇气，并寻找希望。珠宝商苏老板比任何人都明白，没有受伤的牡蛎永远不可能造出珍珠。一粒沙子不小心落入牡蛎壳里，牡蛎必须付出血肉的代价，但最终沙子变成了天的结果。经过一天的抛光，转变成璀璨的宝石。千帆过尽，当端午成为唯一的苏老板时，这份成长不仅属于端午，也属于赵露思。现在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时期，他告诉我们，演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演好角色，演好作品。所以我在进剧组的时候总是有压力，希望最终能够演好角色，干得好。他每天在节目里参加端午节，节目外的他也面临着各种无形的压力。他比我们其他人更期待珠帘明珠，与端午团聚的时刻，也是珍惜珍珠的时刻。我说我喜欢舒适区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舒适区正在逐渐扩大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舒适区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，他渴望新的体验，希望能够给生活带来新的一面，向观众展示，却不想付出全部的努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现在我会尽量避免扮演太相似的角色，我期待一些不同的东西。他是一个顺其自然，拥抱新角色，细腻处理压力，用真枪实弹感受一切，然后静静地与角色相处的人。融化，不知不觉中，你的舒适区的界限就会自然放松，你的视野也会逐渐扩大。由于工作成为他生活的中心，他所有的新生活经历本质上都是通过拍摄来解锁的，他们是他拓展舒适区的独特标记，也是他记忆宫殿中唯一的坐标。存在千年的陈芊芊是赵露思行业中第一个大规模出现的人，他敏捷洒脱，程少商有点个性，弱小却又坚强，隐神描绘了3界的广阔世界观和奇幻魔法，加深了演员的信仰。如今的端午节，她已经不再是赵露思安全范围内那个纯真的女孩了。端午节有爱，有恨，有恐惧，有痛苦，一棵树根盘根错节。在与复杂矛盾的人物战斗后，她进入了端午节的世界，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成为一名演员离赵露思儿时的梦想确实还很遥远，但她逐渐学会了这片森林的规则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。由于她的情绪极其稳定，粉丝们经常戏称她为古希腊情绪之神。当我情绪激动时，我会转移注意力，忘记自己的情绪。负面情绪快点，我会及时回顾，找出哪里情绪波动的根源就是我自己。如果问题是你的，就解决它；如果不是你的问题，就不要理会它。这种铁的纪律严格而清晰，却帮助他很好地应对日常紧张的工作，也能安然度过风风雨雨。平稳轻柔的前进，让每一次伸展都变得更加顺畅。这就是扩大你的舒适区的本质。传闻赵露思悠闲、踏实、理性、冷静，他说可能就是他，因为人是复杂的、多面的。换句话说，也许不是他。即使是在短暂而忙碌的工作中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颗温暖而真诚的心。他总是考虑粉丝的感受。
当我们问及他的高光时刻时，他想了想，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拍戏，第一次走红毯，第一次粉丝见面会。每一次与粉丝的见面，都让他真切感受到来自八方的爱，热切的眼神和温暖的话语永远伴随着他前行。这种鼓励和信任是相互的，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他温柔地回答人们的问题。当然，像找到自己的穿衣风格这样的小事，他说，最重要的是你喜欢他并找到他适合你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最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？太大了。他通过自己的行动给人们能量，比如融入端午这个角色，和端午一起经历黑暗时刻，最后成功克服。静静的，像他一直习惯的那样。当你有压力，一般都是自己消化，因为我不喜欢把压力和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。或许他的情绪也发生了转变，最终留在他身体里的是极其坚实的一部分。他用这股能量去鼓励女孩们，告诉大家，端午节让我们也能做到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他日益理性冷静的外表下，他的内心依然洋溢着热情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还不到按下暂停键的时候，但他仍然冷冷地告诉我们，我不为自己设定目标或旗帜，因为那是给自己设定限制。森林茂密，直到他平静而热情的绽放。杨洋不得不拄着拐杖住院，摔倒后起不来，就像一个独居酒店的顽皮男孩。综合讯：3月20日，周三，内地和香港2名艺人同时受伤的消息引发关注。20日，中国内地网站突然出现一组照片，照片中杨洋突然生病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照片中他在著名经纪人贾士凯的陪同下前往医院，不得不拄着拐杖去医院。人们怀疑他接受了手术。杨洋、佐伊以其代表及医生的照片在网上流传。原告称，照片还显示杨洋的医生非常负责，非常重视杨洋的病情。他站在车门口，认真叮嘱医生按时吃药，注意休息，避免过度劳累。据了解，杨洋近日因工作繁忙，身体不适，疑似旧伤复发，需要及时治疗。消息人士称，经医生诊断后，他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康复。其他照片中，杨洋拄着拐杖在医院走廊里行走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他的代表负责协调医院的各项工作，并始终在他身边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。32岁的杨洋是一位顶级演员，在他生病住院的消息传出后，粉丝们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关心和祝福。Ten Hong 拒绝带孩子去医院，也无法联系到他。另一方面，也有消息称，76岁的香港演员甘草秦皇摔倒后受伤，无法爬起来。他1年前摔倒，进出必须使用轮椅。20日突然传出，他在独居的酒店房间内摔倒，无法自行站立。他向朋友求助，酒店最终通知救援人员，并将他送往医院治疗。秦皇跌入医院，向邻居林伟求助。陈黄多年前住在深圳，与4个孩子的关系非常奇怪，目前他们由相差30岁的爱人和灵魂伴侣照顾。据了解，他近日入住香港青衣酒店，与资深演员林伟是邻居，没想到后来却成为了他的救世主。林伟告诉港媒，前天接到秦皇的求救电话，称自己倒在地上起不来，不过由于林伟当时不在香港，所以无法为了及时救出他给酒店打电话，让他们帮他做。酒店工作人员立即进入房间帮忙，发现他坐在地板上，双腿肿胀。不久之后，林威又接到了秦皇的求助电话，于是他再次通知了酒店的工作人员。酒店的工作人员提出带他去医院检查，但秦皇拒绝了。林伟称，在回香港途中，他接到电视制作人关永忠的电话，称秦皇再次倒地，被送往医院救治。据了解，陈黄一直很固执，坚决不向孩子寻求帮助，但医院认为有必要与家人讨论他的治疗方案，因此给了他女儿的电话号码，让林伟联系。以他的名义，林威说他打了很多电话，但每次都留言，希望秦皇的家人看到报道后来看望秦皇。